日本最近在台海问题上跳得特别高，一副要找回昭和荣光的架势。但是我仔细一盘算，感觉这根本不是因为它变强了，反而是心里发虚。经济上真的急了，那边高市早苗一放狠话，自家股市就先慌了旅游。消费股被疯狂抛售资生堂，股价暴跌超 10%， 有人算过这笔账，可能直接拉低日本 GDP 0.几个百分点。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曾经的优等生是怎么被逼到今天要上赌桌梭哈的。首先我们来扒一扒日本经济史上那个最闪亮的标签昭和奇迹。一提到这个，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美国扶起来的吗？战后马歇尔计划给钱又给市场日本，这才发了家。但今天我要给事后混播大家提供一个可能有点颠覆的视角。我认为美国的作用更像是个催化剂，真正让日本经济起飞的引擎其实是它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打造好的一套战时体制，直接换了个壳，在和平时代接着用。说白了，这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战时经济的华丽转身。咱们来看看证据。二战时候，日本为了权力侵略，搞了个国家总动员法，把全国的企业金融资源都牢牢控制在手里，这就是所谓的1940年体制。仗打完了，美国人是来了也搞了民主改革，表面上是解散了那些掌控经济的财阀，但您猜怎么着？这套体制的核心根本没动。原来管经济的那些官员大多还在位子上战时那些经济管理机构，也就是换个牌子照常上班，财阀们更绝明面上散了，暗地里通过交叉持股搞社长联谊会，那套又悄悄爆成了团30、三井这些大佬换了个企业集团的马甲，继续呼风唤雨。所以日本战后经济的底子不是什么自由市场魔法，而是那个1940年体制的和平版核心，就是国家主导企业听话，资源往重点产业猛砸，跟教科书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那这套战时机器是怎么变成和平发展发动机的呢？关键一招叫军转民，这可不是简单的工厂转型，那是整整一代人才和技术的完美再就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特别有说服力。当年设计零式战斗机的天才工程师卷元二郎战后跑去参与了日本国产客机 YS-11 的研发，造军车的丰田日产转身就成了家用车大王，而且把战时那种省油的执念带到了民用车里。结果石油危机来直接把美国油耗子们干趴下了。更绝的是战时给军队造通讯设备的富士通，后来成了计算机巨头专门造炸药的信越化学摇身，一变成了全球半导体材料的霸主。这转型跨度不服不行。就连我们熟知的日本企业管理法宝，什么终身雇佣、论资排辈、追根溯源，也是为了战时稳定军心，保证生产不掉链子搞出来的国家。通过银行牢牢控制贷款，流向优先保证钢铁汽车这些重工业子弟兵，完全是战时重点突击模式的翻版。所以说到这儿，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日本这个经济奇迹的基因里就带着一种深刻的路径依赖和赌性。他特别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期内效果惊人。比如64年新干线、78线我们都10年代半导体崛起都是这么干出来的。但这种模式的副作用就是一旦外面世道变了，比如全球化来了，技术革命了，他这套僵化的体制就很难转身。这也是他后来失落30年的一个病根。你看他的历史，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靠军事冒险崛起，到战后靠经济远征，也就是全球卖货复制成功。其背后的逻辑一脉相承，那就是在关键节点上敢于赌国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强硬。在我看来，这本和林邦龙至上是他经济陷入困境后又一次熟悉的赌国运冲动，指望通过地缘政治的冒险来重新划分蛋糕，而不是老老实实去搞艰难的产业升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透3层真相。第一，日本奇迹很难复制，它有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二，那种靠国家主导的繁荣风险和收益并存容易僵化。今天日本家
势力细色光电芯片汽车，一个个产业掉队就是明正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它的行为模式有很强的历史惯性，这种赌性为它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For one来，这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任何指望靠投机取巧，而不是靠可持续创新的发展模式，迟早会遭到反噬令和时代的日本经济就是一个典型。我敢说，它面临的不是过去那种失去的20年、30年的缓慢下滑，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系统性的产业溃败，感觉就像一张产业死刑的判决书已经递到了手上。咱们先回忆一下日本曾经的辉煌，索尼、松下、东芝这些名字当年可是全球家电的代名词，就跟今天的苹果、特斯拉一样闪亮。但现在呢，卖的卖，拆的拆，重组的重组，早已风光不再。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就是战略上押错了宝，而且特别固执。我举个经典的例子，当年日本企业为了争夺 DVD 录了的下一代标准，也就是蓝光和高清 DVD， 那可是投入了海量的资金和精力，杀得你死我活。最后蓝光阵营是赢了，但没高兴2天，大家发现，我干嘛还另要买碟片啊？网上看流媒体不香吗？结果这场惨烈的胜利瞬间变成了赢了战斗输掉战争的笑话。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骨子里的那种僵化。企业特别迷恋一种叫垂直内包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都想自己关起门来干，从螺丝钉到软件恨不得全包圆拒绝，把核心研发放到海外，更不愿意用全球的供应链，他追求的是极致的封闭的完美。但与此同时，中国、韩国的企业是怎么玩的？是拥抱全球供应链，快速试错小步，快跑迭代。产品当世界已经进入拥抱混乱、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思维时，日本还死抱着追求完美、闭门造车的工业时代思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手机产业。日本的功能机当年做的登峰造极，但智能手机革命一来，它的整个帝国几乎是瞬间崩塌。现在全球市场还有日本手机，什么事儿吗？没了。所以过去的溃败是技术和战略的失败，更是整个是社会文化拒绝变通、害怕风险的缩影。如果说家电、手机的衰落还只是断臂求生，那汽车产业的危机可就是真正的心脏衰竭了。汽车业堪称日本工业最后的脸面和尊严，占了它出口的将近1/3，养活了无数人。但2023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日本汽车出口量被中国超越了。这毫不新，意味着它最后的堡垒正在被攻破。这记重拳来自哪儿？首先就是它的老大哥美国特朗普政府上来对日本汽车的关税从原来的 2.5% 一下子猛增到最高 25%。 这一下日本主流车企的利润哗哗的掉跌了3-4成，像日产、马自达这些直接就亏钱了，旧产业垮了，现在的支柱产业摇摇欲坠。那日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呢？很遗憾，在我看来几乎是全军覆没。我们看看决定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4大核心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日本在哪一个能占到优势？答案是几乎没有。新能源，中国光伏产能占了全球2/3。日本呢，连松下这样的巨头都因为成本太高顶不住压力要退出市场了。人工智能，日本民众的 AI 使用率才 26% 左右，中美都超过 60%， 甚至 80% 了。而且日本企业特别保守，动不动就以数据安全为名限制员工用 AI， 这怎么竞争？半导体日本是拉了几家企业，比如搞了个 Rapidus 公司，说要攻关最先进的2纳米芯片。但问题是，你光有技术不行，你没有庞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最小后入喽，就是有技术没客户，实验室里的成果变不成钱。这场危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死亡螺旋，人口老龄化，干活的人少，交税的人少，政府擅错管道上没钱，政府债务高的吓人，占 GDP 的 200% 以上，也没钱刺激新经济。老百姓实际工资连续下跌快2年了，根本不敢消费，内需彻底熄火。更可怕的是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的应对办法是什么？还是老方子，比如高市早苗推出的那个10几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钱花在哪儿？主要还是补贴传统产业。4亿耗和扩充军备，
而不是去培育真正有未来的新动能。当全球经济都已经从规模化制造转向颠覆性创新的时候，日本还困在昭和时代的。城我看租，公路镜里出不来，它的衰亡不是砰的一声爆炸，而是像冰川融化一样安静无声。但你回头一看，巨大的冰块已经消失不见了。好那么一个经济上，哈瓦伊夯岛郡陷入这种绝境的国家，他会怎么办？是老老实实回家搞产业升级，埋头苦干吗？这对于有赌国运传统的日本来说，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历史告诉他，海拢共富有一条捷径，那就是通过地缘政治上的冒险去强行重新划分桌上的蛋糕，而他选中的就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冒险。于是他们开始转移矛盾，暂时把民众的视线从糟糕的经济状况上移开，团结在一些看似宏大的目标周围。所以我们看日本最近在台海等问题上的种种挑衅，千万不要被他表面上的嚣张唬住，看透本质，这不是他强大的表现，恰恰是他陷入绝境后绝望的，也是极其危险的最后一次赌博。